男人為了遠離城市的喧囂，花光積蓄盤下一棟與世隔絕的木屋，以及附帶的上百畝山林，並用1昆年時間親自動手翻新，將破舊的二手房打造成為頂級豪宅。羨慕的我後槽牙都咬碎了2根。今天小強終於要對附屬的小屋下手，可以看到屋頂已經長滿了青苔，這都是歲月留下的痕跡。進入室內，首先是寬敞的客廳，以及開放式的廚房，裡面還有一間小臥室，以及獨立的浴室和廁所。雖然屋內堆滿了許多的雜物，但總體的狀況看起來還算良好。按照國際慣例，改造的第一步自然就是大清理。洗衣機挪開之後，可以看到牆面已經被杰瑞嚴重損壞，廚房吊櫃也需要全部拆除。衛生間的情況更是觸目驚心，由於比較潮濕的緣故，牆板都已經開始軟化，並且內部早已長滿霉菌。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全部拆。為了能得到更寬敞的空間，戶型方面也需要進行改造。小強保留了原來的浴室和衛生間，卧室的區域則改成開放式廚房。拆掉天花板才發現，隱藏在天花板上的熱水器估計年齡比小強還要大，並且因為熱水器的滲漏，導致浴室和廁所的天花板也嚴重腐朽。然後再把臥室的牆體給砸掉，這塊區域就能全部連通起來。由於之前牆體安裝了隔熱材料，現在也需要全部給扯下來。後門由於年久失修，最終也難逃被拆除的命運。取而代之的是這種成品合金玻璃門，他先將門框給扣上。由於不是量身定制的，所以高度上存在一些誤差。不過一想到定制需要多花200歐，小強還是決定自己克服一下。接着他繼續改造其他的窗戶，幸運的是這些窗戶都是標準尺寸，所以只需把舊窗戶給拆卸下來，就能直接將新的給安裝上去。由於小强很喜歡屋頂上的實木框架，為了能保留在室內，那麼屋頂的保溫隔熱就只能從外部施工，所以就需要将屋頂的瓦片給全部揭下。由於部分瓦片損壞的原因，一些領條已經變得腐朽，輕輕一捏就像威化餅乾一般碎掉了。因此小強只保留了傳子部分，其餘的統統都被無情拆掉。之後就可以拿來木板給釘上，對屋頂重新進行密封。在鋪設保溫材料之前，還需要先覆蓋上一層防潮布，防止室內的蒸汽進入保溫層。完事後就可以拿來保溫泡沫板進行安裝。由於這種材料自帶气口，所以安裝起來非常的簡單，對準卡槽拼接起來即可。之後上面再鋪蓋一層防水布，就可以拿来方木擰上进行固定。完事後再安装上領條，構建出網格框架，就可以重新把瓦片給鋪設上去。這種瓦片的安裝也非常的簡單，自下而上按順序擺放好就行。由於最近正值雨季，屋頂的改造小強分成了2部分進行。有了前面的經驗，另外一部分的改造也是同樣的按部就班。在開始安裝屋脊上的瓦片之前，小強還要先覆蓋上一層防水層，中間部分是網狀的材質，可以讓空氣從縫隙進入室內。完事後再將瓦片給蓋上，屋頂的改造就算完成了。雖然花了差不多4000歐，有點肉疼，但看到最終效果，一切付出也值了。接下來小強繼續對室內進行改造，首先在牆上釘出金屬框架，嚴謹的他在安裝時都要用激光水平儀進行校正，接着再往框架內嵌入保溫材料，外面還要裹上一層防潮布，最後再用石膏板进行密封，從而提升牆體的抗濕性。完事之後就可以对牆体刮大白處理。由於地板也出現了嚴重的破损，在翻新之前還需要重新找平。鑑於拆除地板太費勁，於是小強拿來打磨機，先將瓷磚光滑的表面給磨掉，然後再塗上一層粘合底漆提升附着力，接着就可以直接拿來水泥浆自流平。就廚房的這面牆上，他計劃制作一個圓形置物架，既能提升儲物空間，還能起到裝飾的作用。只見小強給圈內刷白，然後就可以擰上膠合板固定好位置。完事後繼續拿來金屬框架，構建出置物櫃的整體結構。圓圈的內側還要刮上膩子，讓其看起來更加的光滑。接着就可以將隔層給搭建好，為了更加的美觀，內部還要裝上照明燈帶。完事後就可以对整面牆體進行刷白處理。之前地面已經經過找平，現在只需把上面的灰塵吸乾淨，就可以直接鋪設上木地板。為了加快室內空氣的流通，
小強還在房子中央安裝了一個大吊扇，只要打開開關，森林中的新鮮空氣就會源源不斷地進入室內。由於空間有限，小強精心地挑選了一套可折疊式的沙發，需要睡覺時，只要展開就能成為一張舒適的雙人床。現在這間小屋的改造就基本完成了，